我理解你对这个议题有不同的看法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这个观点。你认为这些法规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前面我们谈到大脑内幕揭秘，我为什么在危险时会疯狂做出奇怪的决定？大脑内幕揭秘，我自己如何避免杏仁核被劫持？今天要谈我们如何在沟通中避免对方杏仁核被劫持，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沟通技巧。以下是安德鲁社公司的一些建议，这些建议对于改善沟通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请尊重对方，确保你尊重对方的观点和感受，不论他们的意见如何。对话时要保持礼貌和尊重。第二，聆听。聆听是良好沟通的关键，尝试全神贯注地聆听对方，理解他们的立场，而不仅仅是等待着发表自己的观点。第三，提问。提问是一种有效的互动方式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对方的观点。提问应该是开放式的问题，鼓励对方分享更多的信息。第四，表达清晰。当你表达自己观点时，要尽量以清晰简洁的方式说话，避免引起误会或者是混淆。第五，避免情绪化，避免过度情绪化或激动。当情感高涨时，人们的思维能力受到限制，可能无法理性讨论问题。第六，同理心，试着理解对方的感受和立场。同理心有助于建立更好的连结，降低冲突。第七，避免攻击性的语言，不要使用攻击性的语言或言辞，这可能激怒对方，使他们难以接受你的观点。第八，慎选用词，选择你的言辞谨慎，确保他们不冒犯或引起误解，避免使用歧视性或侮辱性的词语。第九，沟通的目标，确保你明确知道你沟通的目标是要解决问题、建立连结，还是仅仅分享讯息。第十，非语言的沟通，注意你的身体语言和语调，它们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，因此要确保它们与你的语言是一致的。总之，良好的沟通是建立健康关系和解决问题的关键。这些建议可以帮助你与他们交流时，避免对方杏仁核的劫持，并且促进更有建设性的对话。以下是一个实际的例子，说明如何使用上述的沟通技巧来避免对方杏仁核的劫持。假设你正在与一位朋友讨论一个有争议性的主题，比如说是环境的议题，你支持更严格的环保法规，
而你的朋友则对于这个法规提出反对的意见。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你可以运用以下的沟通技巧。第一，尊重对方。开始对话时，表达对朋友观点表示尊重。例如说，我理解你对这个议题有不同的看法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这个观点。第二，聆听。让你的朋友先讲述他们的观点，不要打断或评论，尽可能全神贯注的聆听。第三，提问。当你的朋友讲完后，使用开放式的问题来深入了解他们的立场。例如，你认为这些法规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第四，表达清晰。当你分享你的观点时，以清晰且有逻辑的方式陈述你的理由，避免使用攻击性的语言，而是讲述事实和证据。第五，避免情绪化。即使你对这个主题充满了热情，也要避免情绪化的言辞，以免激怒对方。第六，同理心。尝试着理解你的朋友为什么持有这些观点，并表示你尊重他们的感受。第七，沟通的目标。明确表明你的目标是进行建设性的讨论，而不是仅仅争论。透过这些技巧，你可以与朋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，避免激化情绪，并有更好的机会达成共识，或至少增进对方对你的观点的理解。这有助避免对方杏仁核的结词，因为你在讨论中强调理性和尊重。希望以上的方法与实例对你在沟通上面有帮助。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